Hello，各位同学，大家晚安哦。那今天的课程是这个 K 棒的大小透露多空的强弱哦。那等一下会带大家及时看一段盘。那先跟大家讲一下我刚刚的单子，我刚在这里这个地方，大概在十几分钟前我看到，我就吃了这个部位，这是我今天第一次出手这边，这样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就刚好借由我眼前的小娜带大家来一路的看着这个东西哈。那目前看起来似乎我占上风了，我的力量占上风，这边可能要这样整个出去了，这样好不好？那我们就先来回答一下同学的一些问题哈。上面我们看一下上面几位同学的问题。第一个我从下面刚好看到的，这位 DF 同学问这个中国的股票哈，我叫出来，我也不知道这什么东西。你说上周周线是不是一个好的点？周线，这周线很美啊，很美啊，你在这边随便吃很 OK 啊，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算不算大刻度的破底翻？如果这个不叫破底翻，什么叫破底翻？OK 啦，你不要给自己太严格，这个 OK 的，OK 的，很美的单子。然后哇，看到老同学哈，你说 Will 下山后乱了一段时间，其实本来就会乱了一下，这很正常。你说靠着只做标准图不摸单，把濒临爆掉的考试账号救回来了，大绝招真的有用，耶！恭喜你。好，那你说14号还在日线尖尖的后面做了 TQQQ 啊，我完全知道你做的 buy call，然后昨天开盘冲高的时候冲了，出掉了，太棒了，你完全得到我们的真传，太棒了哈。那前面有几位同学在吃小娜，好，来，刚好有小娜，我也有小娜，我们来讲一下，同学吃的这个点是6:55跟7:15，中间还有一个同学10:15吃一单，那我们来看一下6点多少？看一下，6:55 PM 就是18:55这里。好，你在这里吃一单，这里，嘿，等一下，好的出手吗？不对，来这边正好是我来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来，我们把市场还原到你出手的当下，你看到这样嘛，对不对？你在隔壁这里出手，在这里，请问一下，你有没有在眼前看到一个，在刚刚就在你面前一个应该要有好多支撑，你看好多人，好多支撑，好多支撑，哎呀！在你面前跌破，有没有看到这件事？这么多应该要有支撑，撑了应该要这样子走的哦，应该上去却没上去，就在你面前刚跌破，不要做。我不喜欢做那种刚跌破，然后我去第一个去跟他接刀的，这单不行，好不好？然后你说7:15，晚上7:15，哦，如果是7:15，这个就好多了，这个单子跟我在吃的单子有点像。只是你吃的是5分 K 的单子，在这边这个我给过，这个好单子。那我吃的是在这里，我吃的是15分 K 的这里，哦，图很像，对吧？我是开在15分 K，我看到就按下去了，好吗？所以我们两个在做类似的事情。后面这单可以，然后早上有同学吃10:15在这里，我在猜你应该是用5分 K 吧？那10:15，这个，不对，10点，在这边10:15吃在这边，可以哦，可以，那你很有可能是用15分 K 吃在尖尖的隔壁这样子，这应该是很美的单子，很好啊。那你说几个小时后被打掉，那个是市场的事情。有啦，对啦，10点，你看尖尖的边接乱打2，我们所熟悉的这个动作，这单不错啊，是算蛮聪明的。那被打掉就被打掉了，所以叫你要做长线，对不对？OK，有同学跟我吃在同一根，耶！对，复制人同学。不过因为我不是看5K，如果我有看5K 哈，来我讲一下，如果我是盯着5K 吃单，在这根这样子，在这边我已经会把这个边界给画出来，这里
875这附近这个边界会是我在5K 里面很关注的边界。隔壁这根，哎呦，上去缩进来长脚，哎呦，这里长脚，隔壁这附近我应该会吃在下不去刚回来的这个地方，可能会吃在我不知道啊，可能就77啊多少啊，其实80也没有差多少。不过如果是我看5K，我看着它，我应该就会吃在这2根的任何一根的这个地方，这会是我熟悉的吃点。那因为我当时的图是在15分 K 的，这样，那我是看到它下去下不去回来，然后差不多在这附近，哦好吃这样 ，OK， 好，那还有什么？欧元哦，好，我们很久没有看到欧元这种东西了，我们来看一下欧元。欧元我用这边来看好了。刚刚好像有另外一位同学问到中国，我先把中国的讲完好了。还有哪一只啊？啊，这个同学说你吃在是不是下周线？这周线很美啊，是不是下周这附近随便吃？差不多，真的，你就框一个价格，差不多了，有来就可以吃了。这附近都很不错。OK， 然后同学还问说，我记得刚刚上面是哪一位同学？家人同学，上证日线刻度算2条线中间还是很美的空方互换。来，这里一点都没有好的空方互换。一个好的空方互换，它会是走下去，走回来，它需要这种像这样子的力道，由下像这样走下去，又走回来，然后上不去的尖尖的在这里。这时候你再跟我说这是空方互换，我就会说哇，这是好的空方互换，很棒很棒，好不好？但是眼前的这样子，这不是一个好的空方互换，也不是多单好的点。简单的说，这边是一个问号，任何人都不知道他在干嘛的点。哦，放掉，好吧？现在这个位置没有到很美。然后有同学说做欧元，那我们来看一下。欧元在哪里？欧元在哪呢？做欧元的同学，我的书年后还没有机会，因为我的群组我带到6月嘛，6月底，那我应该会把群组的事情给搞定后，我才好好有时间来写书。不然现在光改作业的这件事情，就是它占用很多脑袋啊，我的脑容量本来就不大了。又被消耗掉以后，基本上为什么我整个白天没有下单？是因为真的很累，好不好？欧元的同学在哪里啊？这里，欧元15K 吃在8点那一根15K 吃在8点这根1点是来，如果你是吃在，因为我看到的欧元跟你的欧元的价格应该不太一样。那如果你是吃在8点的这一根，那这一根的任何一个价格都不值得吃。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的教学里面，子弹这样射过来，你是第一个接刀的，不行，你好歹拿这个人的身体当做盾牌，挡在前面，然后你躲在这个人的后面，就像我刚刚的小娜，来，我躲在子弹射过来的后面，子弹射过来，他先中奖。然后我躲在他的后面打单，这种打法，包含刚刚有几位同学我说单子不错的有没有？这都是躲后面，所以如果你是吃在这根里面不行，你至少要吃在隔壁的这里。如果你是吃在隔壁的这里，我现在画出来的这个地方这里，这是一个很 OK 的单子。你要吃在这一根或者吃在隔壁根都可以，这是一个不错的破底翻的我画的很歪啦，但是概念有出来的单还不错啊，好不好？有同学问说，面对所谓的又空或又多，来第一个，请你从今天起这辈子永远不要再讲又这个字，没有什么又多或又空，你怎么会知道？你就给他停损，你该停损就停损，不要去猜大户是在诱惑你做多或诱惑你做空，没有这个诱惑的事情。你唯一要做的是，今天的课对你来讲应该很重要待会会好好的聊，是看你眼前
实际上发生的事情。谁诱惑你怎么样都不管，好不好？要诱就叫你老婆去诱，而不是市场在诱的，好吧？来咯。哇，有同学说用标准图，今天维纳在 TS 累积到第一个5000美，耶，太开心了，帮各位开心，好棒好棒。好啦，那刚好有同学说吃什么？原油哦，18点15分收尖尖的下一根被点掉，我们看一下原油，18点15哦，18点15，这个的尖尖的下一根被点掉，应该是吃在这被点在这，对不对？来，我们还原到你的当下，我们看一下当时你看到的东西，这是你看到的，对不对？好。那我们从你的前3根，大家一起跟着我的视野看过来。我不确定你是用5K 还是15K， 但是我就用15K 来讲这件事，好不好？我们看来到前3根，来前3根我可不可以在市场这边？各位现在很重要哦，请看一下，我在这边画了一条线，这是本来有支撑变成压力，后来要变支撑，对不对？来，请看一下这个边界大概在7534。这根是什么样子的 K 棒？是不是下杀的 K 棒？然后它7534这里有长下影线吗？有吗？没有。隔壁这根是什么样子的 K 棒？是上影线比较长，还是下影线比较长的 K 棒？所以综合这一根跟这一根配上刚刚这条线，哇，后面这个单子就算有十字线，有点讨厌。做多有机会有。但是做空也有机会，哇！你可以懂这个想法吗？它掉进去，这个边界照道理讲，它只能这样子哦。来，这根借我用，这个借我用，我把它组合一下，你就看得懂了。同学们一起看哦，它应该要在这里这样子的时候，然后隔壁这一根就出现在这里，这样子出现这样子的隔壁，你吃在这个边界上，哦，这个我会给过，不错的互换。也是不错的，如果是那样子，也是不错的破底翻的样子。但是它掉得更深，这个就不容易判断了。那你说老于它后面上去了，后面上去是另外一件事。这个边界跟这个边界，这已经是两回事了。所以你吃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哇，有点尴尬，你知道吗？要压力有压力，要支撑有支撑，两个都不见得很好说话。这样可以理解吗？吃隔壁的部分可以稍微讲一下吗？一直以为是尖尖的正隔壁那根，尖尖的正隔壁跟后面其实它的概念很像。我等一下看有没有机会在待会的课程中好好的把 K 棒的动态给讲完，好不好？我的小娜呢？哦，看到2个下影线了，看来这边有这个机会哦，好不好？2个。如果真的2个下影线成立了，这边出去这样子，这一出去这亚当一翻，咚咚，所以87几，我大概短目标可以做到多少？大概93几940这样。那如果待会这边再上去，我就会再把我的风险给拉到我的成本价，这样拉到成本价这样。现在就还丢在下面了，其实还好，没有到很多风险哦，就先这样子，好不好？那如果是下1秒钟要开盘，美股要开盘，那我不会用风险去玩它，我会把风险拿掉。因为假设，因为现在开盘是10点半，我如果待会可能5分钟后就要开盘，我宁愿用个成本价去换，因为开盘的那个震荡是很快的，我不管守哪里，只要我在这附近，我怎么守哪里我都不对，好不好？那有同学问，小纳吃的位置不算撞大格局 60K 的墙吗？哦，好问题，来我们看 60K。来，请问一下，我吃的这个边界是谁在撞墙？来，请告诉我。我现在把 60K 放很大，我的箭头在这边。我吃的这个边界在吃单以前，我们回到吃单前的样子。这个边界是谁在撞墙的边界？是做多撞墙。做多撞墙会这样子哦，来到这边，然后长出上影线，来到这边又长上影线，又长上影线。
我吃的地方是谁在撞墙，有没有看得很清楚？我就是看到，哎呦，怎么有这么多根60分 K 这么多人在撞墙？不如我也跟着下单在这个很坚固的墙壁，然后让这个墙壁的人帮我撑腰啊！如果连这么大的墙壁都撑不住，那我也赶快认输，就拜拜，这样也 OK。那就我也在赌啊，只是我是站在有墙壁帮我撑腰的这个角度，然后去赌看未来怎么样子。这样，你可以理解我的做法吗？然后再来哦，你说60K 的墙壁，如果你退一步看，我在猜你刚刚讲的墙壁是在这，这个墙壁的距离，这边是8880，上面这边这个区域大概900多，有20点到30点的空间，可以啊，够我用啦，好不好啊？我现在心中的希望是它上去，OK， 好来，那最后看一下比特币的。比特币我没有在玩比特币啦。哦，原油看来有机会哦，有机会把这个翻出去哦。BTC， 比特币，然后你要问什么啊？比特币5K 吃在17.32，哦，我看一下5K 哦。我现在比特币我并不是开你的交易所，因为比特币是有这么多个虚拟货币交易所，每个交易所的点差都不一样，所以我就看我现在看到的。我随便开一个，好不好？你吃在哪里啊？17.32哈？你用1分 K 哦，不要做1K 啦，喂，17.32。如果你是吃17.32，我再猜你吃在这根本不对，这个整个惯性都不对。喂，欠揍吗？没有人吃在这里的啦，我一定要去看一下17.32长什么样。好吧，让我看一下17.32。哦，好，你吃在这对不对？这也不对啊！喂，底下平平的，上面斜斜的，你会用32，你一定是用1分 K， 不要做1K 啦，不需要做1K， 好吧？所以你当时的那个位置，我在猜你在看这里对不对？应该是这边，但是你看哦，这边它上面下来的样子，然后底下你要吃的那个东西不是很美呢。然后这个破底翻的边界，它也不是真正的，来注意看哦，它不是在这里的破底翻，你的那个破底翻它是长在这里，长在区间的内侧，不是凸在，我要破底翻是凸在区间的外侧，那个尖尖的在外面，那个才有意义。这样好不好？好了，这个小时收这样子，来各位，请跟我附送一下，我100%相信小时 K 的力量，然后等下就被打脸，请跟我附送好不好？我很喜欢，我很相信大刻度的这种尖尖的力量。待会我们课程之后会跟大家好好的聊这件事。先回到我原来在看的刻度，我原来在看的刻度是这样子，好不好？那你看哦，如果待会有一根大 K 棒把这几个下影线给吃进来，哇，那我的单子就不妙了。为什么不妙？因为应该有支撑的哦，连续2个15分 K 应该有支撑的东西却被吃进来，哇，那连带会连这边的人一起停损，那这就没了。那我们先来带一下今天要讲的一些观念，然后这些观念等一下我都会回到刚好我自己有部位，我就回到我们一起来看盘，好不好？让我也关心一下我的单子。OK， 有同学说100%相信，因为你是在876哦，876是个好点，就是那里，嘿，对，就是我刚刚说我要吃的那个点，这样，好不好？哇，还有同学说断断续续做破底翻这样子，然后 expect 赎金5000，太厉害！哇，今天光旁边就听到2个同学出金，这也太强了，刚好拿出来当自己的新年礼物，对不对？好了，来，那我们就来上正课哈。我们今天待会请一起帮我把焦点摆在
K 棒在单位时间走了多远。什么叫单位时间？你用1K 那就是1分钟，用5K 那就是5分钟，15K 就是15分钟，以此类推，日线就是一整天，好不好？那我们要看的是看多空，这个多空的力道是仍然精力充沛，注意哦，是现在，就是你看到盘面的当下是精力充沛呢，还是它是精疲力尽？这看得出来哦，好不好？今天的焦点就摆在这里。来，那当 K 棒很大根的时候，通常代表这边只是中间段。什么叫中间段？我把这个拉到旁边去，各位看这边。当 K 棒很大的时候，通常都代表前面是这样子。假设这是一个下杀的 K 棒，因为我们华人喜欢用下杀的，对不对？好，亚洲都用这样子的。好，假设是这样子，这里这样子，代表力量还没结束，后面还会容易有余波荡漾，继续往下走，好不好？所以这个想法你要先放在中间，待会我们都会一起看。然后呢，如果市场要准备停下来， K 棒会变小，甚至会出现对面的影线。如果你是往下冲的价格，它就会是例如说这根 K 棒借我用，就会是大 K 棒在这边，把这个拉到旁边去。我们来玩这种游戏，来，就是大 K 棒这样子杀，有没有？然后这里呢就会开始出现小 K 棒，然后一根小 K 棒，2根小 K 棒，这样子它会慢慢的由这样子慢慢下来。各位有没有去游乐园坐过云霄飞车啊？有吧，对不对？那一个云霄飞车这样子，一路往上的时候，来到这边平，然后突然间垂直式的下杀，有可能直接直挺挺的这样子咚停住吗？怎么可能？它都嘛是直直的杀以后，然后要干嘛？要变缓变慢嘛，对不对？所以它一定会需要这个啊。对不起，我收回，几乎需要这个，我不敢说一定，但是几乎这样，好不好？来咯，那我们要看的是价格背后的意义，你不要被 K 棒的样子给困住。过去我们在30年前所学的各种技术分析，因为大家都是看静态的图，所以你会都是看到结果，书上都是结果嘛。啊，这里有一根突破 K， 所以回头你看，哇，这根很棒，有没有？然后回来，你就会说，这个很好做，怎么样？所以我们大家都会认定什么几根 K 棒的排列，三压悬空就会跌，晨星，什么拇指吞噬什么的，那是因为你看到结果才回来找答案。过去电脑没有那么发达，但是现在我们都可以在盘中用实际上的行情在跳动，对吧？所有的 K 棒是价格在盘中涨涨跌跌的结果。54321写定，54321写定，对。那一旦写进去的 K 棒，像我刚刚的小娜，要喷的样子，真的，像这些 K 棒，只要写死的价格，100年后你再回来看，2025年1月23号晚上9点05分的 K 棒，就是长这个样子，只要它写死了，这辈子就不会变了。那它就只是记录价格波动的方式，你要看的是看背后的样子，好不好？来咯，来，这些东西都是你要去观察的，跌破或涨破哪边，谁要输到脱裤？好，来，请问一下，刚刚我们很多人在这边做空，在这个框框内，有一堆做多的，也有一堆做空的，对吧？有一口的空单，就有一口的多单，所以底下这些成交量，多空势均力敌。像这边成交量平均每15分钟有2500口到1500口，我就抓个简单的数字，我就抓1000口就好了，好不好？每15分钟1000口，那这里有1、2、3、4、5，我目测20根，20根有2万口的数量，我现在都很初步的抓，我乱抓的哦。代表2万口的成交量有2万个做多的人跟2万个做空的人，对吗？谁要输到脱裤？如果涨破这个边界，像现在正在涨破当中，
只要它不缩进来，是谁要输到脱裤子？做空的人要输到脱裤子，对不对？那做空输到脱裤，他会不会赶快裤子穿起来出场？会嘛？做空的出场就是什么？市价买进。早上、下午这一段，这边这一根，让上面所有做多的人，这边这以上做多的人，他们输到脱裤，所以每个人夺门而出，夺门而出就下来了，甚至可能还引起更多的多单，多单的出场就是空单，所以就下来。所以现在很重要。好，来，输到脱裤也会有输到尽头的时候嘛，那我们就观察 K 棒的动态。好，来咯，我们先从这边开始，我们先用亚洲人习惯的上涨是红色，下跌是绿色。不过因为我的 K 棒我就随便切，好不好？我是系统预设是哪一个我就看哪一个，对我来讲颜色的差异这没有差。红色的意思是指来 K 棒教学，你说老于怎么这么简单？等一下会有很好玩的东西。开盘价就是这，假设这是5分 K， 代表这5分钟第一个价格在这边，5分钟第一个价格在这边。一开始是 K 棒长这样子，也没有上影线，一开始的 K 棒是长这样，对吧？然后呢，随着中间的 K 棒涨上去，收盘到这里，这是大红 K， 对不对？好，那如果呢，中间涨到这边，最多高点来到这里，又缩进来，变成这样收盘，5、4、3、2、1收，下一根开始，那这根 K 棒就长这样。如果这根 K 棒5分钟内往上走，又被压下来，5、4、3、2、1收盘就长这样子。请问你，光这根 K 棒告诉你谁的力量强？上去就被打地鼠，扣扣扣扣扣敲下来，谁的力量强？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很好玩。同样的，做空也是一样的动作，好不好？所以就是开高低收，就是我们常讲的这4个价格定义出一根 K 棒。那只要收盘价在开盘价以上，那就是红色的 K 棒，做多的，就是涨的 K 棒啊。这样讲不是我要做多，我是指这5分钟的价格是偏涨，好不好？那这个呢，只要开盘价在上面，在这边，那如果这一根变成这样呢？如果这一根的 K 棒变成这样子涨上去，是不是就要变成这里就要变红色的？这样可以吗？对吧？翻过去的那一瞬间，那个 K 棒就会换颜色，对吧？好，我们回到这边。好，这些 K 棒我们现在知道咯，我们要来看动态咯。来，请问各位，这2根 K 棒加起来，请告诉我，做多的力量，这个是上涨的 K 棒强，还是做空的力量强？谁比较强？请你告诉我，1秒钟，谁比较强？我们现在看的都是收定的 K 棒，隔壁新的一根已经在跑了，新的一根在这边，应该很明显吧？这个人有能力从这边一路进攻到人家的大本营，甚至还把大本营怎么样打破了？谁比较强？空方嘛，对不对？好，来再来咯，来，这一瞬间，来，空方这一根的空方强没错，但是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动作？打破这个边界，照道理讲应该要引发兵败如山倒的 K 棒，哇，直接贯穿荧幕，哇，直接到下面去，像刚刚的这个小娜，哇，为什么？好吧，被打掉了，哭。好了，来，如果是像这样，它应该要像早上的小娜，像这样子，一路下来，对不对？但是它没有，它被收上来了。请问你，这一瞬间，我知道曾经空方很强，但是在即将收这根 K 棒，假设这个是5分 K， 可能最后1、2分钟、2、3分钟，然后它的 K 棒从这边这样咻的收上来，这样子。有同学说被打脸，没关系，我整天被市场打，不过还好啦，还好我没有赔钱啦，那就这样子吧，好不好？我已经很习惯被市场点掉了，就这样子。好，来继续哦。
我就知道在最后这1-2分钟，他故意收进这个边界。哎呦，如果他这根 K 棒的收盘价仍然收在这个下面，请问你做空的力量是不是从这边到这边？空方这么有力耶，做多的力量才有这样子，才有这样而已，对吧？所以这没有很有力，但是它却收在，注意我现在讲的很重要它需要收在这个边界内侧，它收进来了，刚刚在这边做多的人，他就又有希望了，他就又会在这边燃起希望，然后再往这边走，有没有？懂这种想法吗？好，来继续。如果隔壁这根长在这里，出现这样子的 K 棒，请你告诉我，这边有没有1个影线、2个影线、3个影线构成的墙壁？那请你告诉我，你能不能够用眼睛就直接先看到一些下不去的边界？应该可以吧？对吧？应该可以，对不对？好，那这时候这3个 K 棒目前就已经构成了一些价格上的变化，我才不在乎 K 棒的长相，我在乎的是来这个边界，它曾经是这边打下来收上去，对吧？这个超重要，因为这个它有打破边界，注意破边界这样子，我们看到这件事，破边界这样，那这就是我想要的东西，对吧？隔壁这边这根 K 棒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中间还会往下，还在往下走，结果走着，哎呦，如果是我，通常在这种地方，如果只要它是更大边界的这里，我这里就吃了。当然不是我的交易不是只有看3根 K 棒，好不好？我现在只是讲说，如果是我在吃是这样子，我会吃在我的习惯会吃在干净边缘的这个上下附近，我不习惯吃在前一根下影线的这里。假设这根 K 棒跑到这里来，在这里，我不会吃多单吃在这，不会。为什么？有人知道为什么我说我不会吗？请问你，我刚刚说这是不是5分 K， 对不对？那如果一个5分 K 可以一开始在这边，然后后来跑到这里来，这应该是绿色的 K 棒，我就不接了啦哈。总之掉下来的这一瞬间，这1分 K 的力量是不是这样子？这里的1分 K 是不是几乎是一路不涨的1分 K， 对吧？那我是不是直接被贯穿？这个刀子就很凶。所以我喜欢的是晃啊晃啊晃，下不去，回来嘣，我会吃在这种地方，好不好？那我的吃法我不会市价吃，来，我跟各位讲我的吃。现在这个位置我不想补部位了，因为跟我当初看的东西不太一样了。我不会市价吃，我会按这个，就是你去按那个5档下单，有没有？你可以按在，这是中间价，买价在这边，卖价在这边，你就直接去用滑鼠去点对面的第一个价格，滑鼠去点它，这个叫 better 价 ，better 就好一档的价格。你要跟着挂第一档的价格也可以，因为通常都会中，因为行情会上下晃嘛，你就挂买方第一档跟着吃，或是你要去吃卖方的第一档，这样有市价的优势，却没有市价的缺点。市价单最大的缺点就是它会滑价，它有可能滑很远。那如果我自己去吃对面第一个价格，就是我指定他给我50块，我就是要吃50块，超过就不要了，但是我立刻会成交，这样好不好？有同学说9点半有数据公布那我也不要打算再下了，目前就先这样子，后面再说。OK， 好，再来咯。请问各位，眼前的 K 棒它告诉我什么事？这个 K 棒就是刚刚这个行情的延伸。假设这一根就这样一路的涨上来，从小 K 棒，然后这样子涨上来到这里，下一根开在这，然后变成这样。请问各位，谁强？做多的很强，对不对？哇，涨上去了，而且目前这一根它有没有力量撑在这上面？收盘价有没有收在整块区域的哪里以上？有没有？有。那照道理讲，理论上这个楼梯如果往这边走，
它这个边界一次都不应该收回来，注意哦，重点哦，一次都不应该收回来，因为只要一收回来，如果变成这样子，来，如果变成这样子，这个又收回来，是不是就又跟刚刚这个一样了？我刚刚的小纳，其实你到短线你去看，它就是这样子。来，它应该要把这个亚当给，它应该要这样子出去，要翻到，它应该要出现到这个角度要延续哦，它应该要跑到荧幕外面去才对哦。我刚刚也这样认为啊，我说那几个下影线应该要这样啊，结果该发生的却被一个神秘力量，这是谁我不知道，单位时间走好远哦，空方的力量从这边到这边。做多的力量只有从这边到这边，你看空方力量这么大，做多只有这样子，我不想要，这样懂这个想法吧？所以当你看到这样子以后的后面，很容易往哪里走？往这里走。同学说我说的力量是不是跟动量交易差不多？坦白讲，我不知道什么叫动量交易，因为我一直以来我就只是自己看出这个啊，我知道国外他们讲这个叫 price action，就是价格行为，但是动量呢，我不知道你讲的概念，但是我有没有在看市场的动能？有，我的动能是从哪里看啊？例如说这边，这根哇，市场有这个力量它应该要出去，却没有。然后刚刚这里带着大大的成交量，带着突兀型的成交量，刚刚有很多人。瞬间使出吃奶的力气，那照道理讲，这边应该要往这边杀。哎呦，那如果待会这边没有往这边杀，那谁比较有利？那可能就是相对起来，这边就是多单的大本营区域，对吧？来，各位，眼前的这根5分 K 快要收定了，现在是9点19分。如果这个5分 K 收这样子，来，请告诉我，按照我们刚刚所学的。这边有没有压力？哎呦，所以底下这个多单我不想要吃哦。如果是这样子，因为眼前的 K 棒在我眼前告诉我，它撞到这边撞不上去，被缩回来了。有没有看到翻过来？对吧？这1分钟应该快要结束了。那我到1分 K 看，又是不同的景色。1分 K，如果这边跌破这一块，哇，能不能够引起兵败如山倒？可以，对不对？好，来，那我们现在就观察。我现在停在1K，不代表我要做1K，我只是跟大家说明这个黑棒的动态。哎呀，又被救援。那你想想一下哦，想象一下 ，K 棒这边如果长这里，前一根5分 K 是不是收下来？来，我们来想象 K 棒的样子。那如果这个上影线又被对方进攻过来，是不是又你打我，我打你？那我这样就可以再退一步看，那市场就是可以很清楚的画出2个边界来，而且这个边界我不需要是精准的一条线，我虽然是画线，但是对我来讲这一区都是下不去的点啊，这里都是上不去的点，那我们就一路来到更大的刻度咯。15K 长这样子，30K 也是在这边。其实刚刚的图，不管是小时 K 还是多少 K， 全部都是长在这个区间里面。那有同学说4小时看起来是空方图那这个我这边要怎么切4小时啊？Custom time a minute， 好，240分钟，这样应该可以切。来。我要借同学这个你说4小时的这个，你说空方图吗 ？No， 我们常做的空方图有2种，一种是假突破，这是一种，对吧？另外一种，我先把它拉到旁边来。另外一种是空方的互换，如果你要做空，是下来、上来，这一段跟这一段的距离要走的差不多哦。好，那我就把这2个给截图。这时候呢，我就使出我们的终极大法，用最笨的方式，我把我的目标贴上去。来，我要对齐，请问一下哪里有
有一样的东西。诶诶诶，我看不到任何这个，对吧？同学说是4小时看起来是空方图，我就在你的4小时，不要在这时候跟我说啊日线是空方图 ，no no no，你看的刻度就是这个刻度，所以就算你要做空，都不是在这里做空。如果你要做空，你就要等什么？等4小时的图走下去，走出去，又走回来，把本来的支撑借由这个当做跷跷板变成由下往上的压力，所以你需要出现一个下杀，这个下杀借我用，它需要出现这样子的下杀哦，把它走下去，好，然后再来一段上涨，这个上涨借我用，好，再来一段上涨。如果是这样子 ，K 棒来到这个地方，借我组合一下，来到这里，然后呢，出现了一根关键性的 K 棒，出现这种，哎呦，上不去的尖尖的出现在这里啊，赞，出现这样子，你再来跟我说这里有互换的东西，然后这比较有话说，这样可以理解这个想法吗？所以你就算要做，也不会是做在人家都已经从一大早的22050跌到这边的地方，不是。那你说老于，但是我可以在更短刻度做啊，那就不是4小时。你可以理解我的想法吗？如果你要在更短刻度做空 ，OK 啊，你要等嘛。如果你说等到这边撞上去，然后突然间出现某个上不去的边界，例如说这一根，这个组合发生在这个地方上不去，你在这里隔壁做空。如果是这样子，我会给你拍拍手，这个算蛮聪明的，因为你做空在，注意。你做空在市场撞出去以后，突然间烂掉，我超爱这件事情。那我要组合一下 K 棒给大家看哈。来，我昨天有做一单，我昨天那时候吃单吃在这边，然后呢，我睡觉的时候我就给它放着，让它丢跑出去。那一单我记得在会员频道里面，我有跟大家说，那一单运气好吃了1万，好。早上起来看到，我吃了1万，然后运气好，这样，然后当天我最大的亏损是0，就是我顶多就是0轴不要赚啊，我拿获利出来玩，然后不小心赌赢了。我在这个地方，这种我100%相信60K 的边界有没有？一个60分 K 的尖尖的，就会是短格局里面的标准图。应该这样讲，如果我在下杀，我在5K 看到这样子，这是5分 K 让我看到的东西，那这些 K 棒浓缩起来在60分 K 就是下杀60分 K 的一根十字线，然后有一些实体在这边，然后60分 K 的隔壁大概就是在这里，就是隔壁这样。所以我超爱下单在60分 K 尖尖的隔壁，我超爱。所以只要60K 隔壁有这样子帮我撑腰，那就是我下单的点。所以你用这个角度来看，我打开我刚刚下单的点，在我下单之前，我是不是看到60K 长这样？那我的这个边界，它是不是有尖尖的，好几个尖尖的帮我撑腰，对吧？所以我就是下单在短格局里面的这个地方，这样好吗？所以在5分钟要 K 棒要收好，那个数据要公布，那我也不太想去下。不过目前看起来好像有人知道一些东西，因为下边界下不去，而且使出吃奶力气的1800口，成交量是平常的2倍，你看这边的2倍，对吧？还下不去，哎呦，这样对吧？那有没有可能有人说有人偷看答案？有可能啊。同学说，看到我的影片，获利速度很慢，胜率大概30%，盈亏比1:3，数据正常吗？不太对哦。你的盈亏比1:3，代表你会有点舍不得在获利的时候。假设我刚刚有吃回来，假设刚刚这边杀更低一点点，其实如果刚刚这整个组合有没有它杀得更低一点点，它跑到这里来，像这样杀破边界的隔壁啊，我无条件我一定按，
如果刚刚这个来到这里，我一定按下去啊！看来有人知道一些事情哦，好不好？那假装让我吃到，好不好？假装哦，好，那让我吃到了，我会比较舍得是什么？假设我承受这样子的风险，1-3可能大概就这样子，我会愿意去赌什么？赌这个亚当理论把它翻出去，我会愿意去赌这一段1-1的这样棒棒的翻上去，我会愿意赌这件事。所以可以调整的点大概2个，你要么是在你获利的时候，假设你今天前面是有赚钱的，那后面这个单子，假设你本来要吃2口单，那因为你前面有赚钱，对吧？你就在这个地方多下1口或多下2口，拿前面的利润部分的利润拿来玩。我用很实际的举例，假设你前面赚1000，那这边本来1口单有200美金的风险，你吃2口有400美金的风险，对吧？假设你吃2口，你就再给他多吃1口，把这里面的200拿来玩，你顶多就是赚800，对不对？所以你就给他多加1口，勇敢的加，错了都没关系，反正错了你至少还有600回家。在大边界的这个地方，我其实从去年10月讲到现在，我一直强调赚赔比拉开来是很重要的。你要么拉开是拉距离的开，要么是部位的开，两个都要去涉略。所以你不能只有1口部位来来回回一直做。如果你的胜率只有30%，然后你的赚赔比又1-3，你这样长期做下来就是做白工，因为你的数据就会是一直躺在这边，赚也赚不到哪里去啊，赔也赔不到哪里去，就躺在这里。你需要那个偶尔不小心打到的全垒打，哎呀，打全垒打怎么打到的不知道，你需要这件事。然后可能小赔持平，小赔啊乱掉一下，哎又猫到一颗全垒打，你需要这件事，这样。而这个动作，我们在过去好几次的直播，包含最近，反正我从去年10月份啊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在强调这件事。你的要么就距离把它拉远，假设你就1口单，对吧？啊，如果你已经开始有部分的赚钱了，在你赚钱的那一天，又有像刚刚这种机会，如果不是数据公布，刚刚这种机会，你就试着给它按按看，应该不至于到不好，好不好？那我们就赌赌看嘛，不是赌啦，我们就猜猜看，因为好像有人先知道答案，为什么？这些人都偷偷的在吃，准备要公布数据了。好，那准备公布数据的在多少？数据公布的瞬间，不知道。哇，出现这种上影线，如果这边变成这种上影线，我就知道说，哇，后面往这边走的几率就高了，对吧？所以现在就看啦，来，如果打破这边，是不是谁会兵败如山倒？这是一个区域，所以它必须要很明确的涨破，它不能只有涨一点点，这样不算。它需要像这样子，我现在先截图，它需要像这样子。假设到这边超级明确的让这些空单绝望，出现这样，那就可以翻了。这样懂这个想法吗？看来好像要出去了。我这边来，我们回来到刚刚，我不是开那个4小时图，然后有个同学说空方图，有没有？来，如果你要在这里做空，你至少也等，你等哪里？如果你这张图这里是不是有个边界？就是今天的开盘价，刚好是开盘价，你等这边嘛，这边是前几次上不去的边界，又是互换的边界，你等它撞上去，这边涨上影线，你再来做都不迟，而不要在这种地方，人家已经跌成这样子的地方还来做，好不好？所以还好，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有没有觉得还好？就是我们没有做空在，哇，老于跌破了，好多人喜欢这样，跌破这边追，涨破这里追，老于追，防守守这里，然后赌它翻出去，哇，太棒了！如果待会涨上去，成功赚钱，然后就贴出来给大家看。但我问你，如果你追了以后，它缩进来，变成我刚刚投影片里面的这种呢？如果变成这种，你不就
不就哇，对不对？会不会很闷啊？你的防守在最下面，不就刚好是吃最高，然后停在地板这边，对吧？这是没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才会说，最早以前那个阿伯，我说一个阿伯跟我讲，买在跌不下去的点，卖在涨不上去的点，对吧？我们现在9:32，来，我们来看一下 K 棒要上涨以前，下跌的 K 棒有没有由大变小？我们来看1K 好了，1K 比较好玩。来，下跌的 K 棒要继续跌 ，K 棒就会很大，对吧？那这个 K 棒有没有由大 K 棒变成小 K 棒，甚至开始长出我们刚刚影片中讲到的下影线，对不对？好，我们刚刚说大 K 棒通常都是中段，对不对？这一根很凶，对吧？后面还停顿了好一段时间，我们继续杀，它没有。来，这根又来了，这根很凶，后面有没有往上一段？有啊。问题来咯，来，这个边界好像也没有真的上去耶，哇！来，好玩了。现在9:33，这5分钟还有1分多钟收。如果这个5分钟待会收定的时候长这样子，那完蛋了。为什么完蛋了？因为代表这么多的空单只有停损一点点，大家都没有停损，会回过头来换谁停损的？换谁停损？哇，好凶哦！我刚刚不是说，如果有人追的人，追这边出去的人，他刚好吃损吃满，就是追多单，然后待会准备要停损，不要吧？你干嘛承受这么大的风险？你在下面等着下不去的边界吃多单，这不是很好吗？然后你的风暴比又很好拿捏，然后你又不需要去承受这种大风险。当然了，追出去很爽啊，追出去买在这里，如果翻上去，耶，很爽啊。但是各位刚好就在眼前，对不对？他说不然我反过头来做空，看来好凶要下去了，空。如果又弹回去呢？所以做多赔一次做空在地板，然后又赔一次，两边都赔。我讲的不是别人，以前的我就是长这样，对吧？这个市场怎么这么凶？来，我们来到1分 K， 这么凶，带着3000口的量，这一根还杀不下去，来，我可不可以亲眼看到一件事情？刚刚这边这道的城墙是有能力抵抗这个瞬间1分钟3000口的力道，对吧？这个城墙是谁？我不知道。那这个力道呢？它就目前只有1分钟从这边走到这里，我也不知道它会不会持续。但是我目前看到的力道就是长这样，所以这个1分 K 还有30几秒收，对吧？来，我们回来到5分 K， 哇，这个5分 K 有长上影线，但是也有长下影线。我问你谁是最靠近当下的行情？它是先出现下影线才出现上影线回来，还是先上影线才下影线？这个很重要哦。但是有一些人他是用一根一根 K 棒的叫复盘，复习这个盘面，那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先上后下跟先下后上这差很多，它是先上才下不去，对不对？所以最接近当下的力道是谁占优势？是这个下影线占优势。在刚刚的这个上影线是的确是前面那个上影线占优势。你这样可以理解这个想法吗？来，我们要放大 K 棒看，如果到 15K 是一个这样子，这样 15K 是这样，来实质的 15K， 目前还不知道，这15分钟还有8分多钟才会收，我还不知道这15分钟会长什么样，所以我不希望在这个还在动的 K 棒下单。注意我不喜欢我要参考的 K 棒它还飘来飘去，一下子大黑 K 或一下子大红 K， 一下子十字线，一下什么的，不要。我喜欢的是我要参考的 K 棒它停住了，
那它停住了以后，其实后面这根 K 棒，它在行进当中，我怎么吃都还可以。但是我参考的那根要停住，也就是说，如果是按照这个 K 棒，我要做空这个大边界，如果这个空单这一根54321，它要停住，长这样子，隔壁我才会开始把我的交易法拿进来做，而且我会想办法做在干净边缘的这个附近，就是在这种地方，我不会空在这种，我不会想要去空这个上缘，不会。而眼前来这个5分 K， 请问这个边界我往左边对过来，干净吗？我一点都不想要在这个边界下单，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如果用涂鸦，我用粗一点的画笔涂鸦，来，我用涂鸦，你刚刚那个边界，它其实是被穿过来穿过去，它一点都没有被尊重。这样，这个边界是这里，你看它被穿过来穿过去啊，哪里的边界有尊重？哦，有，这个边界市场有尊重，这个边界市场也有尊重，这样可以。各位这样可以理解我讲的意思吗？所以我并不打算在区间的哪里中间做任何的决策。你知道光这句话哦，在区间的中间不要做任何的决策，光这句话就救了我好多好多次。因为中间很难做啊，要多要空，要多要空。我以前都坐在这种中间的地方，你知道这个跟射飞镖没有什么两样吗？你就丢铜板，正面做多，反面做空，就只是这样而已，真一点意义都没有。我们要做的就是坐在那个边界，而且我需要边界出现一些关键的边缘哦，像1分 K 来，1分 K 的边界，如果有人做空在1分 K 的这个边界，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尖尖的突破以后缩进来，这边就是一个1分 K 的边界啊。对1分 K 来讲，1分 K 这边这些边界是干净没错了。好，来，只有1分 K 干净，5分、15分都不干净。我们来到30分 K， 请问30分 K 有任何的标准图吗？有这样子的图吗？没有。有这样子的图吗？也没有。所以我可以直接在这边画出一个等这个边界这样子吧，我等这件事发生，或是干脆等它干嘛？等它这个边界整理，等它边界下面破回来好，如果有这里可以，因为它整理了这么多个小时，如果破了，理论上要干嘛？要有人要输到脱裤，对不对？对嘛？如果这边破了，理论上应该要一大堆空单，不，一大堆做多的卖出来，就像这个一样，边界被打破，没有收回去，这里收了一点点回去，结果被吃进来，有没有？应该要像这样子。这边就有一个很明显，早上那一段，昨天的这一段，这个边界被打破，它就是应该要像这样子，完全收不回去，是一个实心的 K 棒，并且它的收盘价收在整个区域的哪里？下面，那它就会是一个很凶的 K 棒，就很容易把这个价格整个给带下来。那回过头来看，你看这个，或是更前面来，这里涨破这边，对不对？请问你市场从这边回来，有没有在这个边界出现下影线？下影线的概念是什么？是有人在买，对不对？有人在买，哇！如果在这边都还有人在买，代表做空的力道你看做多的力道有办法从这边进攻到这边，做空的力道只能从这边进攻到这里。来，谁强谁弱？涨多跌少如果接下来这样子，不就变成是涨多跌少，涨多跌少？所以所有在这边的空单，都会因为这样子，在这个地方被嘎爆，就行情就出去了。所以多空的走法其实就是这样而已。我们回到日线，来，各位，日线有没有在这种地方出现很熟悉的东西？很熟悉，对吧？日线很熟悉就上去了。现在呢？现在是空方，的确，现在是日线空方喜欢的边界，这倒是真的，对吧？
所以然后这边又是一个这边的满足区，又是这样子，所以你说今天的下跌会很难吗？今天一大早我早就在早课影片里面就讲过了，今天一大早的行情我就说啊，早上的多单都不用想，睡个整天都没关系啊，你看就一路跌下来，对不对？来，我们来到1K， 9点40几分了，其实准备要下课了。我现在看到的是1分 K 出现很小很小的这个压力支撑互换，本来上不去的压力，经过这个，请问一下哦，你有没有看到一件事？跌多涨少，这里有跌多吗？这里它有继续的维持跌多涨少、跌多涨少、跌多涨少的惯性吗？1分 K 里面没有了，它反而变成了有点怎么样？涨多，哎呦，高点是不是慢慢再上去？低点也再上去，高点再上去，有没有？哎呦，有点惯性改变了。所以其实我们在看的 K 棒，从大到周线到日线，小到1分 K， 我全部都是用同一套逻辑在看，抓出边界来，然后做我这个刻度我该做的事。像我刚刚最一开始的单子，我是15分 K 的单子。那对我15K 来讲，我就是没有东西可以吃。像现在我吃不进去，做多也是这样子的下影线，做空也是这样子的上影线，两边都有话说，那就两边都不好说。我会选择哪里？选择很轻松的闪一边，我就可以在底下画一条线。来吧来吧，有种就来破吧，这个区域来破吧。如果它破了，如果待会某个时间点它破了，整理这么久然后破了出现例如说像这样子的 K 棒，在我眼前的这个 K 棒下跌是红色，上涨是绿色，好不好？如果它有出现下跌跌破又收回来的 K 棒，各位什么意思？该发生却没发生，应该收破整个掉下去的，却被一个神秘力量救援成功那我就顺着这个神秘力量在后面这边，对吧？所以当15分 K 出现这样子的时候，大概就是1分 K 的小标准图。15分 K 要有标准图还早嘞，它还要到这边来嘞，可能还要好几个小时以后的事情。这样好不好？所以眼前目前看起来就在中间我也不会试图在中间这个地方去搞懂市场要在干嘛。OK， 好了，来回答一下同学其他的东西川普晚上12点要讲话川普要讲话，他会不会又要炒作虚拟货币啊？有在做的记得观察一下，有多单的买一点自己买好。他可能又要募资了，这是最厉害的募资了哈。然后怎么学习慢慢等待？常常看到行情走出去，怕没上车。要是我跟你说，我的耐心是被市场电出来的呢？我过去没有等待的时候，结果都赔很惨，赔很惨很惨很惨的很惨。对所以一次很惨，哎呀好急结果隔天就忘记，哎呀又急躁哇！你以为它不会回来，你追了就回来了。你每次都以为它不会回来，你又追了又回来，每一次都这样子，一次赔2次赔3次赔，其实你赔个一段时间，你的钱都赔掉以后，你就会痛定思痛。所以这个慢慢等待其实是被磨出来，它不是我天生就会的，我天生也是急躁到不行，好吧？那为什么我现在比较知道要怎么吃？是因为我每一个说不能做的事情，都是我亲自被电过，然后很痛很痛，然后不能做的事情，这样好不好？手绑了一整天，我会做其他期货市场吗？会啊，我可能会有，例如说，我可能会看一下股票有没有东西吃不过像最近的黄金也在上面，我都不想吃这样。我就看一下股票例如说像我最近这个 SMCI， 它前几天在这边出现惯性的改变目前就还在这边鬼混，所以我也没有打算要干嘛，就目前抱着。好像早一点有同学说 QS 对不对？他回到我的成本价，但是我还没有打算认真的吃我觉得就先这样子吧，
因为它整个惯性还在往这边，我想先等一下，它至少要先有小时 K 的第一个这样子，再回来我才会有兴趣，这样好不好？所以大概就这样子 ，OK， 好了，所以眼前的大家看到这是我目前美股的持仓了我也没有打算做太多，大概准备要过年了，我整个心思就变得很不想下单的感觉，这样 OK。原油是不是比小纳难做？我不敢说但是原油有很多数据公布，这倒是真的。你说小纳不会吗？也是很多数据公布啊。对，所以有同学说50K Express 账号赔11次1000，对啊，很痛啊。所以你痛过，所以你就会知道这些雷是不能踩，这些都是地雷。所以我眼前归纳给大家的交易法，说什么2条线先画出来，等边界尖的隔壁，然后包含今天看 K 棒的方式，不要追什么的这种，有没有？然后吃在我不吃在下影线的最下缘，或是我只吃在这个干净边缘上，每一步都是我用钱赔出来的，都是因为我知道那样子会赔，然后不能做，才会得到眼前各位得到的交易法。所以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前人赔钱，后人乘凉，就是现在的解释，好不好？好啦，我看得出来啊，多单有能力从这边走到这边，那看来力量就容易往这边走了。好了，那眼前就准备来带大家念这个咒语啦，好不好？那今天的课好玩吗？其实我每个礼拜四晚上，就是待会的第2堂课，10点到11点，我在小群组里面的课，我都是这样子，就是实盘上面的解说，同学的问题，然后有机会打再说，如果没有机会，我就只能看着行情让它飘这样子。对，好了，那请大家跟我念一下这个咒语，准备下课了哈。来咯，每天都是好棒的一天，会有好事发生在你我身上，我会尽力帮助身边的人，让他们过得更好。请记得哦，我们下个礼拜放假是过年，下个礼拜没有任何的交易业，好不好？下礼拜我其实是跑出去玩，我看情形跟大家聊一下。如果我人在外面或在饭店里，我说不定跟大家聊聊吸引力法则，我就不会开荧幕截图这些咯，好不好？我们来聊聊每天念这些咒语到底有没有用啊？还是狗屁而已，就念爽而已，对不对？我们过年后的那个礼拜四，如果有机会我再来聊。OK， 好了，那今天就这样子咯，祝大家新年快乐，拜拜，我们年后见，拜。